么对于全球来讲，很多政府会想尽办法一起协助政策，因为川普的大动作实在是太多了。刚刚提了很多的钢铝的新关税哦，白宫的文件里有揭露真正的生效日期，因为本来说是3月12号嘛，那甚至有各种的说，有3月4号嘛哈，也有说这个3月12号啦哦，最后消息是说应该是由他的官员说3月12号才是压的实际的实施日期，其中最大的苦主来自于加拿大啦、巴西、墨西哥是最多进口到美国去的，南韩、越南，然后再来加拿大是其中输入量就超过了600万公吨，所以那台湾呢？为什么外媒路透社都说台湾是可能是最严重的苦主，影响很大？像刚刚教授已经先超前分析的，25关税是我们接下来他要加征的，那我们再加一加哈，像加拿大这些的可能会高达50个百分比。那当然最终应该加价到这个消费者的身上才是真正的转嫁，但其实其他的呢，我们先慢慢的出不去了口，都是最大的问题。像福特的执行长，他们自己内部企业都跳脚，就轰川普说，目前为止只看到你在干什么呢？大量的成本一直在重创美国的汽车产业，还有一片的混乱。那这种加关税的做法，因为他们要进口的所有的全球供应链一下子全部被打坏，或者是这个产品一增加这个所谓的进口的成本的时候，当然消费者的车子至少要$3000以上的调涨咯。华尔街大佬还警告，川普很夸张的贸易言论是巨大的错误，企业界会做什么决定呢？就是不能依赖美国作为我们的贸易伙伴，跟你们合作很危险。这个对冲基金执行长格里芬所做的警告，但川普做下来要做的动作没有要停哦，因为明年期中选举前，他一定要确保所有他的想做的事都能够做完呐，才能够让期中选举有一些手上的武器。债务上限是他盯上的一个重点关键，他认为过去就是乱花钱哦，各种的预算的烂编，所以呢，美国财政部已经说了，周四计划要发行900亿的美元4周期国库券，比上次同期发行的规模少了50亿美元哦。这样的大幅的规模，也是在代表川普的最新的政策，包括下令裁员这件事情是重中之重，一直裁，配合马斯克的大规模裁员，把它当民间企业来搞，所以要求各联邦拟定的大规模裁员计划呢，这个每4名员工要离职1名要有离职4个人才能进1个人。那唯独只有某些人豁免权4种员工可以活下来。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执法、移民执法，就是要让移民给抓起来的这种政策，才能够获得豁免。美国的前五位的前这个财政部长联合示警说，马斯克这种以企业进来伸手到国家的风险呢，恐怕是整个国家都会违约啊！这包括叶伦、桑默斯等等这些人都认为这个严重的担忧，美国财政会受到非法破坏，整个美国都在违约了。但是川普有在乎违约吗？他看起来就是只要美国优先。最新几个 CBS 的民调，川普的民调可以数字上到了53个百分比，大家都在观察他这些措施有没有办法让民生所谓的通膨有办法减低吗？黄金创新高的金价，为什么？这就是风险指数啊！大家都觉得国债现在美国美债很危险呐，所以一直连续3个月的增持央行之下呢，目前央行连续3个月增持黄金金价，当然创历史新高。那几个股包括了这个周生生、周大福这些中国境内更是不断的攀升价格。中国大陆的部分也在抛售美债，然后买金价。川普政策带来的大规模的不确定性，推升了黄金的全球国际市场的需求。那抛售美债、黄金储备基金来激增的话，大家都在看中国大陆的做法也是一种中美未来在博弈对抗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武器之一。赖老师，先来看看他一连串的关税政策，他真的连媒体的讲墨西哥湾都不行，美联社他说美联社你继续报道墨西哥湾，没有讲美国湾，就要处罚你，更何况是各国的关税措施。各国的关税措施啊，我们看到苦主在美洲就是加拿大啊，然后南美洲就是巴西，然后墨西哥，亚洲就是刚刚讲的韩国、越南、日本，然后到台湾来啊。那欧洲其实也是重灾区哦，因为欧洲的钢铁的出口、钢铝的出口25%也是到美国去。如果说当初说门槛这个天花板就是25%，那台湾的钢铁就赚翻了，
因为热得不得了啊。可是它不是，它是叠加，就是从你原本的25再往上加，这个对台湾来讲当然就不是一件好消息了嘛。可是对于美国来说的话，他们本身很多汽车业者就说，那我们的钢铁是不是会涨价啊？那我们的汽车的生产成本是不是会升高？但是对美国的钢铁厂却是好消息啊。因为你国外的进来的钢铁都升高了以后，那就很多资金就会投入美国的钢铁厂，他们来扩厂，然后来生产。因为美国的钢铁厂自己没有关税的问题嘛，那他这样子自己卖，那是不是有利于保护美国的钢铁厂？那问题是在于，那世界各国为什么不也走这个保护自己产业的政策？那全世界又回到过去这个贸易保护政策时代，那贸易障碍就到处都是，这个世界的经济该怎么走，一塌糊涂。我觉得欧洲的国家现在也痛苦，因为现在只看到冯德莱恩讲硬话，但是动作还没有出来。我们也看到德国说1个小时欧盟就会反应，现在已经过了1个小时，欧盟也没有反应，也还没有，都在讲硬话，说我们一定会反制。可是人家就说，你不是说你早就准备好了吗？那问题，你冯德莱恩怎么？你说你一定会反制，你就早就准备好，你就拿出来嘛，也没有。那你看看韩国不敢讲话，日本说我们一定会努力的、强烈的寻求豁免，然后赖清德说，我们的沟通顺畅。坦白说，所有的业主都苦啊，就一个字苦。好，那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现在卸任的这个财长耶伦也苦啊，因为他被调查了。那耶伦有5位前任的5个财长都在喊冤说你不要再查下去了，你再查下去会影响到国家安全。可是对马斯克来讲的话，身正，你如果身体正的话，你怕什么查那现在的财政部部长也说，我们已经明明白白的看到很多钱流向不明那流向不明就有很严重的腐败。那有很严重的腐败，你为什么怕我们查？那你的理由是说由一些业外的人、非公务人员来查，怕消息泄露出去，我们只要管制消息就好了。但是呢，我们如果查到你本身有贪赃枉法、腐败，然后流入个人的钱，而且有太多的钱去向不明，所以川普就是说至少1000亿美元以上去向不明，这个钱到底由财政部汇到哪里，我们都不知道。耶伦就说将会有宪政危机。好。现在的美国就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了，为什么？因为联邦法官就是说你这个白宫的行政命令不可以执行，例如说出生不具有美国籍不能执行，联邦政府的裁员不能执行，联邦预算要继续拨资。但是对于那个白宫团队来说的话，你这是司法政变呢，拉不拉得住呢？你司法单位，你应该是被动受理案件，你不是主动判决，而且是应该是你被动以后，应该是一案一处理，你怎么可以一案变成通案呢？也就是说，假设有哪个联邦雇员去告你去告美国政府，那是一案一案告，而不是说一个案子出来以后，就整个联邦政府都全部都同案处理，这个司法也有问题啊。所以你看，白宫他们说你这是司法政变，推翻民主政治，然后这个《纽约时报》说你这是宪政风险违宪，然后国会说你这是藐视国会。哇，美国的三权分立现在是乱得一塌糊涂司法政变、宪政风险宪政危机，然后藐视国会，三权分立，刚好3个都崩了，厉害！一个川普把一个美国的宪政体制搞成这个样子，台湾还要学。那清德还说他是美国爸爸，必须都要听话，而且要学他们的。是，彬哥，川普现在在国内搞的事情有点像抄家，因为抄民主党的家，过去民主党的官员全部清完了之后呢，这个文官也要清。文官清完，司法什么首长、检察官通通清完之后，员工也要清这当中有什么违法乱纪、滥编预算的，也要砍钱。可是呢，员工可能很多人会说没工作没有错，但民意这是很两极的，民意却有蛮高的比例是支持。看起来好像国家乱编预算很多滥用预算很多他现在我就觉得他比较夸张了，就是他说每4名员工离职，你才能补1个假设这套制度到最后证实是可行的，那就表示
美国过去有3/4的人根本是冗员冗员，就是根本不需要这些人，他们都在吸国家的血。但是也许真的实情是这样，但不要忘记，目前现在在岗位上这些公务人员，他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一个生态，所以你一下子把4倍的工作量丢给他，你觉得他承受得住吗？我觉得恐怕是非常困难，这个反弹应该会非常非常的大，那很多政府机构恐怕会直接叛变。所以我一直觉得，川普在他的方向本身也许是对的，但他在某一些操作上面实在是过于躁进。这么躁进的做法，面对的反扑，他不知道扛不扛得住，这个真的是很难说的事情。那马斯克也是一样，因为马斯克是商界出身，他本来就不是政治人物，所以我管你政治人物想那么多，我就直接这样开干。尚方宝剑。对，那我就这样干了。那当然，现在5位前财长联合反对他，联合反对他又怎么样？而且都是拿他没办法，所以这根本没有意义嘛。实际上，对马斯克跟共和党的支持者来讲，这就是党派之争，跟我们现在蓝绿一样。就是反正我支持什么，你一定反对什么，就是这样。所以他们的反对，其实我个人认为一点意义都没有。重点是人民的反应是如何。目前为止，川普的支持度是很高的。对，53。对啊，他甚至比他选前还要高。可是反对的有47个百分比。所以美国现在其实，因为毕竟还是蜜月期嘛，他也刚上来，而且他颁布的这些命令，就是直接影响到人的生活的效果，才刚刚要出现而已。那就是在经过一段时日之后，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效果？那就可以直接影响到人民对他的支持度。可是我觉得川普在某一些政策上，是不是没有经过精算而过于乐观？比如说，他对全世界所有的进口美国的钢铝全部增加25%的关税。他的想法当然很单纯，就是你的成本垫得这么高，我就压迫你，你一定要来我美国设厂。然后大家都用美国货，对，要不然就是我可以提高美国工厂的产能。但是我告诉你，根本不可能。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当初为什么美国要去买外国的钢铁，就是因为你本国生产太贵，然后你也没有，你的工人也越来越少，你的合格工人根本不足了嘛，不符合市场。是，那你现在一下子出现这么大的缺口，美国有这么多的工人可以顶得上吗？钢铁这个是要专业工人的，这可不是一般人随便就上了。那你有办法顶上这个缺口吗？看起来不太行啊。那就算其他各国这些国家想要来你美国设厂是川普4年之内就可以完全搞定的事，一天就可以做到吗？好像也不是这样子哦。所以恐怕就算有成果，也不是川普任内看得见。可是反弹一定是川普任内看得见，这就是他麻烦的状况。那至于黄金，我说真的，很多人一直在讲中国大陆最近买黄金怎么了吗？中国大陆现在黄金储备是全世界第6位，才2000多吨，美国是8000多吨，所以中国大陆远远还没有到它应该有的那个水准，中国大陆慢慢买就对了。将军啊，我们在看到美国川普的各种政策里头，是真的大规模的各方面都在做改变，但这种大砍啊，包括让国内可能消费者最可能面对的命运就是进口成本全部增加 double 3倍4倍，所以消费者这一端买的也会是越来越贵的物价。其实这个马斯克，我觉得他应该看看中国历史哈。中国历史上面，从秦朝开始商鞅变法就有了，一直到清朝末年的康有为这个变法哈。那现在大家会不会觉得马斯克理想是诚意是很高了？你希望能够减少美国的不必要的开支，他现在叫效率部部长嘛，我们可以叫他马部长哈。这个但是我们从历史上面你就知道，这个不是说你想改就改，那你要不要这么大刀阔斧，这么这个立竿见影的改革？那你会不会把很多人已经这个捧在手里面的蛋糕给它踢翻了哈？这个甜点你给它踢翻以后，你自己下场会是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后坐力一定是很大的嘛，因为你伤到很多人既得的利益，那一定后续会有很多的反弹。这个川普上台以后，除了在财政方面大刀阔斧的改之外，我们看到他在移民政策上面也是大刀阔斧改，那会不会动到很多人，对很多人伤筋动骨？那个我就跟你拼到底了嘛。比如说我今天是一个小老板，对不对？我用了一些所谓的非法的移工，然后在我这边开店做生意，他的成本很低啊，我付他薪资很低啊。你现在突然在马路上把他抓走了，对不对？把他遣送回国了，那我这生意怎么做？我这店还要不要开？所以我觉得会动到很多人啊。那你这么突然这样做，我觉得你到时候我们历史上面看到，中国历史上面看到商鞅后续的下场是什么样子，然后清朝末年康有为的变法后果是怎么样？那美国这个钢铁抽这个关税哦，其实我们台湾伤最重。为什么我认为台湾伤最重？你知道，美国原来对加拿大或者是说墨西哥
他们虽然说也有关税，但是它有个扣打免税的扣打，有个额度你多少进口多少是可以免税的，因为美国自己需要，所以免税。但是我特别要讲赖清德，你要知道，我们虽然说台美之间，你每天在那边吹牛，台美关系坚若磐石，他美国一直没有对台湾有这个额度免税的额度，坚若磐石。所以我们一直来讲，我们的进到美国的钢铁关税一直是很重的。然后这个对我们，但是对美国来讲，你这时候这个钢铁你虽然增加那么多的关税，大家要知道钢有很多种钢那不是钢来讲的话，我们从最简单的粗钢，对不对哈？像印度来讲，它也会产生粗钢，但是它精钢我们讲百炼金刚嘛，有时候钢你要炼制不锈钢各种钢，那你就不管从你基础建设或者盖房子、土木建设，你都要用到钢。那你自己美国，如果你能够生产的话，为什么你美国钢铁公司会要被日本制铁公司所收购？就代表你的钢铁生产不行嘛？你在这方面没落，那你把整个成本提高，川普就是要打破整个市场机制。是整个你这个美国来讲，后续通膨一定会严重的。是刚刚讲到移民目前在川普上任之来算下数字，大概已经逮捕了所谓8700人，目前看起来还算数字少的8700个非法移民，而且更进一步呢，强硬动作会越来越大，还出动为什么会讲？炮弹打小鸟，就是美军派出了18架的侦察机去监视美墨边境。这种 P8U2 的侦察机呢，一般是用来做大规模美中啊、美俄啊这种重大的军事行动的侦测的。结果他拿来干嘛？看美墨边境有没有非法移民，有没有偷爬墙这样的做法来强力的抓偷渡客。那还有更直接的乌克兰的问题，让大家觉得天哪，川普这样的要价是真的直白到跟黑道也差不多，因为他在福斯新闻网的访问里直接讲，乌克兰也许有朝一日会变成俄罗斯的，直接讲嘞，然后再来要求乌克兰提供价值多少。他之前不是完整的讲说，稀土啊，这重要的贵金属矿物啊，他直接这次直白的说，要求乌克兰提供价值5000亿美元的稀有矿物资源作为回报。5000亿美元，乌克兰现在是什么状态？它是一个国破，这个家很多人都亡了的状态，这个残破的疆土，他还要把过去军援过乌克兰，拜登给的钱全部连本带利讨回来，人家到底怎么样能付得起乌克兰的命运？美国还要求欧洲的盟友买美国的武器，这是一本万利啊，没有在吃亏的啦。他要欧洲的盟友们多买美国制的武器去帮助乌克兰，他自己不太给了然后再来这个乌克兰的要给的武器还不知道是好几年的那种像台湾一样拿不到那种商业合约的订单，还是现库存的提取还不知道啊。军购又可以再赚一手，要求要5000亿的各种的锡矿，然后再来军事要欧洲来买单，然后他来收钱，哇，全部他在赚啊。那俄罗斯呢？释放了带大麻而被捕的一位美国人人质啦，那川普就大赞，俄国对我们很好，甚至以他的特使送私人飞机送回来的。像他这样跟俄罗斯的关系，乌克兰能不紧张吗？泽文斯基松口了，他说他接受英国的媒体《卫报》访问的时候，如果川普真的无法让俄乌坐上谈判桌，不止24小时过去，1个月都快到了但是呢，他自己想办法计划。还要向俄罗斯交换土地啊，就是我们占领的地方，乌克兰这些区域蓝色的区块，跟俄罗斯占领的这个区块，我们交换好了，我们就用我已经占领你的这个地方来交换俄罗斯占领的地方，有可能被接受吗？这个当然除了比利之外，还有其他的区域，看起来都是泽伦斯自己想的，现在也不知道还能怎么办咯。而美国马上又有官员要去访问乌克兰，这一次是谁呢？可不是像过去那个高阶什么国务卿啊等等的飞奔过去，是财政部长，哇，看起来来收账的，来算钱的。还有这个财政部长班森特，这个礼拜要到乌克兰见面，看起来就是川普讲的我要你乌克兰的稀土矿物、能源资源，然后接下来各种能源输送的资产的管道。看起来才是讨论的重点，不再是过去我还可以跟你美国爸爸要多少钱、要多少武器的时代。泽伦斯基也当然踹了蛋
至于在中东这里看到的也非常的让人家不可思议，是这个川普直接说要把加沙走廊给接管嘛但如果重建阿拉伯国家去重建嘛，钱不是我花啦，但是土地要我拿啦那见这个约旦国王的时候还施压，强迫人家要收容所有加萨地区的这个难民，那当然现场非常的尴尬。先来看看这个画面。War-torn area, we're going to take it. We're going to hold it. We're going to cherish it. And Mr. President, take it under what authority? It is sovereign territory. Under the U.S. authority. You want to see the U.S. own the Gaza Strip? Well, I think let's wait until the Egyptians can come and present to the president and not get ahead of ourselves. 他一直步步紧逼，因为只掐了一小段，其实这个川普就一直逼这个约旦国王阿布杜拉二世说：“你赶快告诉我。”你要不要接管难民等等等？他总不能直接拒绝嘛，他只要很婉转的说，先看看埃及怎么样嘛，再说。川普说，因为埃及我们也贡献你们很多啊，给你们很多钱呐。坐立难安的情况，重点是必须为了所有的人而继续努力。有回答等于没有回答了哈，他当然就是要拒绝，他没有要接受这个提案，包括埃及也是，要提加萨重建计划，不会逼巴勒斯坦人离开他们自己的土地，是他们国土啊，到底要送到哪里去啊？虽然川普保证他们送到其他地方去会让他们幸福又快乐，但真的有办法吗？所以以色列对于加沙走廊的这个战火要停了吗？显然没有任何一个战争要停止的感觉。纳坦雅胡还警告哈马斯，礼拜六如果再不放人质的话，要重新开战。在川普对外的政策里面讲的要战争停止这件事情，看起来好像门都没有。目前我们看到美国在这个打击非法移民这个部分动作做很大，但成效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当初这个所谓的边界撒谎，他说他掌握到每个移民的所在地但目前来看的话，1100万人他并没有完全掌握。3个礼拜过去了，遣送不到几万人那这样的一个遣送速度的话，4年任期过以后，能不能遣送到200万人都是统计数字是8700人抓到的非法移民，8700人，观众朋友，3个礼拜那要等到都全部都送回去，都抓到，然后都送回去这个4年内能不能达到100万、200万人，我们是高度怀疑，这第一个。所以还有1000多万人非法移民留在美国，所以当时是讲大话嘛，这第一个。但是即使他已经抓到了7、8千人。其实已经对于很多业主他已经开始叫苦连天了，因为他们的牛肉，他们的这些牧场没有人在那边放粮他们也感觉到缺劳工，那这个怎么办呢？所以我个人觉得，美国真的应该要真正的去面对这个问题，不是把它简单化，非法移民跟合法移民就这样的问题，而美国的缺劳工这个部分，你还是要解决嘛。但是我觉得他一直要求欧洲把这个国防经费一直升高，现在升到2%了，现在还要再升高。那你升高，可是军队的成员没有增加，那当然就武器装备升高来买美国武器呀，对嘛？所以真正的目的就在这里，也就是说兵没有增加，然后升高国防经费，所以最后就是多买美国人的武器，还是在卖一手。我觉得乌克兰目前来讲已经沦为苦主，最大的苦主，因为拜登说我给你。有1700多亿这个泽连斯基说，你说你给我1770亿，可是我实际上拿到的就760亿，而这760亿还不是现金，绝大部分都还是武器装备。那我不知道你这1100亿跑去哪里了？所以你这个川普跟马斯克，你们去查查，他给我们的这1100亿都没有跑到乌克兰呢，那你要去查一下好。现在的情况是，即使你都给了1700亿，但是你川普却跟他要5000亿的稀土矿跟这个能源矿，能源矿指的就是铀矿，5000亿美金呢？因为他说你有可能会变成俄罗斯的乌克兰人，就是乌克兰裔的俄罗斯人，也就是说，他的眼中乌克兰有可能会被整个俄罗斯所并吞了。那一旦是如此的话，我美国给你的钱会打水漂，所以我要先拿回来。那拿回来呢？对不起，稀土大部分在顿涅茨克，那是俄罗斯的控制区。那因此他拿最多的应该就是铀矿跟钛矿，那是在于乌克兰的西北边了。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战争在川普上任到现在3个多礼拜，快要1个月了，还没有停战。但是乌克兰的命运却越来越坎坷，因为川普直接跟他要5000亿美金的稀土。那所以泽伦斯基想办法用领土交换啊。现在跟俄罗斯谈这个方法有用吗？我觉得泽伦斯基他在演戏里面他是演一个喜剧总统，但现实上他真的是一个悲剧人物但是他虽然说是悲剧人物，他居然把普京当个盘蜡在那边敲，是吧？你想想看，我给各位看一下俄乌现在的状况。如果说各位观众你是普京的话，你会不会答应跟他交换我先看一下这个乌克兰所占领俄罗斯的领土叫库斯克尔这个地方，大家看一下，就在上个礼拜他们在哪边打呢？在下面这个角落打这个乌克兰，你很明显他是在人家口袋里面的嘛，你站这个地方在人家口袋里面，你知道这个时候他精锐部队在这个地方。其实我觉得俄罗斯现在来讲，就是让你困在这个地方，让你走不开，没有动你而已。那这个乌克兰部队往哪边打呢？之前他往上面打，现在上个礼拜他往下面打。这个往下面打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他想把这口打开嘛。你要知道，他从这边过去，如果说是俄军来讲，切到苏角，他整个就包围在这里面了。那你想想看，这种状况之下，这个俄罗斯来讲，我已经是囊中之物了，我干嘛跟你交换？你这个地方我马上可以拿回来。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乌克兰丧失的领土大家看一下这个日期。我特别把日期都标示出来，其实这就是乌克兰的最后确保线的了。当你这条线没有保住来讲的话，这个俄罗斯来讲就可以直接打到内伯河。那我们从北边开始往下面看这个几个他们在2014年乌克兰开始经营的据点，因为那时候这个俄罗斯占领了克里米亚岛之后，然后他们就在这边经营这几个据点。最北边叫库皮扬斯克。大概在上个礼拜，这个目前来讲，俄罗斯已经渡过奥基斯河，然后建立了桥头堡，这个目前第一个据点从北往南，然后再往南边来讲的话，巴赫姆特这个据点来讲的话，我们知道在2023年的时候，瓦格纳已经占领了，然后瓦格纳军团打下以后，这个地方目前是乌东地区对俄军来讲重要一个这后勤补给的基地。再往南，我特别把日期都标志出来，大家看一下，捷尔任斯克。是在2月8号，就是前2天上个礼拜，捷尔任斯克被打下来了。打下来以后，你看这个目前在这个地方，光乌克兰的部队就损失了多少呢？50个营，这个28000人在这边阵亡，就捷尔任斯克，这都是有数据的。然后再往南，大家看到红军村双方现在正在决战，那我认为说是乌克兰也很难保得住了，这个只是时间长短问题。再往南的一个据点叫库拉沃霍，俄军在1月6号占领了，然后再往南是大诺瓦希尔卡，在1月26号俄军占领了。那我们看到最后的这条战线来讲的话，几乎你这个几个重要据点，你不是被占领，就在激战当中。那你想想看，你不是把普丁当盘蜡在那边敲吗？他会不会跟你换？今天是你会不会换？那边我是囊中取物，这边来讲我已经势如破竹，我干嘛跟你换土地啊？所以我觉得泽伦斯基你真的要考虑清楚，你真的是个悲剧人物。而且川普马上就要跟普丁见面了，怎么谈？怎么卖？而且把他陪在旁边，价码还不知道。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丁哥怎么看俄乌有没有和平的可能性呢？老实讲，即使泽伦斯基现在说想要拿领土交换，你觉得俄罗斯会跟他换吗？根本不可能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光是基础就差太多了。我觉得泽伦斯基比较傻。那川普讲这句话，其实让我想到什么？你知道？想到当年那个德苏瓜分波兰，其实现在很像那种场景，也就是美国先叫那个乌克兰承认，你有5000亿的稀土是我的哦，然后承认了，对不对？接下来那边普丁谈。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跟我们一起讨论最新国际以及国内议题的来宾，第一位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前秋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来看看国际都在看川普的脸色，川普每天都有光速般的各种政策要推出来，每次看到推播，大家都会先吸一口气，哇，又来了。但我们的赖总统呢，有担心吗？因为企业界，尤其是中小企业，对于各种关税战来讲，最是担心一不小心会把企业搞垮的。而赖总统在跟中小企业谈话的这个场合上，却公开的保证别惊啦哦，因为川普上来会给世界各国，包括台湾挑战。但是呢，同时也会给台湾带来什么呢？好难想象。他说的是过去几年以来带来的机会，到底是什么机会啊？我是在很纳闷。台湾跟美国过去几年来建立的非常好的沟通关系，你还讲过去吗？现在是新的开始哦，讯息的连结都很顺畅。他是强调哦，跟川普还跟美国的管道都是沟通很顺畅的，而且他甚至呼吁跟大家讲，不用担心，我们台湾要在逆境中求胜。乱中得利，这才是台湾的志气。政府有这个决心，所以他一开始还会唱那个棒球，叫台湾 team， 要叫大家讲台湾 team， 因为棒球都可以扭转胜局嘛，所以他也会跟打棒球一样嘛。看起来真的是太天真，好傻，好天真，还是好乐观。财商或企业，各全球企业以台湾的企业来讲，会听这一套吗？因为现在晶片的关税战难题哦，其中台积电的董事会已经在美国开了董事会，这是第一次台积电这样做，同时也宣布接下来呢会把多数的晶片封装尤其是先进制程的封装都拉到美国去，所以美国政府川普要的是什么？就是美国制造，要把整个供应链都往美国去拉。那在确保成为台湾全球半导体制造中心的地位还能确保吗？还是先让川普安心，我们把董事会把先进制程都拉到美国来，川普才能安心，也不要想拜登之前先承诺过的什么补助的啦，先能够活过这一关才是关键，100%的课税耶，除非你在美国制造，不是吗？所以另外在军事角力上又可以安心吗？对于川普的第二任内，首度有2艘美军舰穿过了台湾海峡，这个是由中国大陆方面所公布的消息。这驱逐舰包括了詹森号跟海洋测量船包迪奇号通过台湾海峡，让这个中方表示谴责，他认为这是传递错误信号，增加安全风险。而这样的穿越也是川普上任之来的第一次哦。那这样子共军东部战区的抗议，国军的部分是说我们全程掌握，会去了解状况。而独家的画面是澎湖的渔民所直击给大家媒体上看到的是说澎湖的渔民看到就在海峡中线海域作业里又看到了大陆的军舰，这一艘军舰穿越过在澎湖附近，而且逐渐往澎湖这样离开，船型推测大概是中国舷号526的温州舰。国防部发言人就回应了中共每天都有派出大批军机在逾越海峡中线，他说谁才是麻烦制造者？不只是船，俄罗斯的部分呢也做关注，是说包括了一艘跟俄罗斯有关的船舶，去年12月到今年1月都通过台湾的西南水域，接近屏东，在枋山海底电缆这个登陆点，引起了很多国外的专家关注。其实像这些讯息，大部分都不是来自于我们国防部，都是来自于像这个是中国大陆的抗议，或者是来自于国外的讯息。我们的国防部大致都是被动的回应说，我们掌握了我们知道。像上次的这个各种的讯息来自于日本一样，日本当然是最关注，也是最担心的。所以日本航空自卫队西南航空被说11号是一整天很忙很忙。因为呢，上午有一架解放军，经过了冲古宫水道，往返东海太平洋水域。下午又有一艘是中国大陆的无人机经过那国岛跟台湾之间的海域往返，所以他们都很紧张。日本还有其中国大陆相对的各方面的掌握消息呢，台湾掌握的是高吗？有办法应对吗？解放军在南海的反制，现在看起来就是中美的对抗的大戏，还是沟通桥梁当然也是有它的畅通，但是在表面上要做的这种对峙呢，美日法3国的航母齐聚在菲律宾海，南海这里的中俄海军联合用海军的联演来加以表现这个秀武力嘛，秀肌力嘛，这个对于
军事专栏作家来分析这件事情，认为中国大陆是选择用硬碰硬的方式回应。你要航母齐聚到南海这里来，我们也以中俄的联手演习来回应，包括像动555啊卸下炮衣来威吓中国大陆的舰队在南海宣示主权，那么跟美国的这个菲律宾的战机联合说飞行来做反制。是不是也有海空的对峙的这样的画面？当然，川普上来之后，他说不要战争啊，还要收益嘛，要利益嘛哦。接下来这么多，赖总统这么有信心，不管是钢铝的关税，日韩去谈了，去想办法找解方。台湾呢，我们赖总统是说我们用信心就好了吗？彬哥，其实哦，我觉得所有人都知道，川普上来，我们即将面对很大的挑战。可是赖清德看起来总是一副老神在在、轻描淡写的样子，这就是让我们觉得很诡异的地方。好像他一副胸有成竹，可是你看他从头到尾讲的全部都是空话。什么叫做改变就是我们的机会？台湾要在逆中求胜、乱中得利，得什么利？不知道。机会是什么？我好纳闷哦。不晓得他玩大富翁吗？到底给我们什么机会？大富翁那个机会，有的时候你会突锤，可能直接坐牢，是有可能的。所以到底给我们什么机会？可不可以麻烦我们的菩萨开示一下？你到底是菩萨还是陀萨？我真的搞不太懂。真的是每天在那边讲这些言不及义的东西，你有没有实锤的东西？有没有实际的东西可以告诉大家？你到底手上有什么胜券？你到底把握的是什么？我实在是看不出来。因为所有的国家都很紧张，就只有我们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真的最有信心。对，可是在我看来，我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无所谓，你知道吗？因为他根本就躺平了，就放推了，无所谓啊，就反正我就是你要什么随便拿，你自己捡，就是这样子啊。那如果他保持着这种心态的话，那当然他就老神在在，反正我抵抗不了，打不过就投降，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啊。所以如果台湾自己的总统现在都摆出这样的一个姿态的话，那真的是我觉得我们的产业非常不乐观。因为你看，美国对他现在开始祭出关税这些东西，对我们厂商产生非常大的影响。结果我们的经济部在干嘛？我们的经济部在赶快召集厂商来，我介绍你们去美国投资。我们自己去就好，还要政府带啊？这到底在干嘛？就是人家已经要掏空你台湾了，你还巴不得说那快一点，我来帮你忙，大家一起赶快掏空。把台湾全部都掏空，就没人要理我们了，是这样的意思吗？我真的是想不通。可是你说好，对美国你没辙，对大陆你一样没辙啊。你看，从裴洛西来之后到现在，我们已经讲了不知道多少遍了，海峡中线你实质上就是丢了，丢了就丢了嘛。那你后面的战略是什么呢？当海峡中线长期都被对方占据的时候，你的战略位置处于不利状态的时候，你的因应对策是什么？没有啊。我们每次看到就是共机共建穿过海峡中线，然后我们就谴责你是麻烦制造者，然后呢，然后人家继续这样做，然后我们就是瞪着眼看而已啊，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我觉得如果政府的领导人这么好当，反正遇到什么事就双手一摊啊，就是他坏祷告就好了。对啊，那是怎样？所以谁是因谁是果，我觉得赖清德你自己要去想清楚。那现在显然慢慢。就美国是想要拉拢他的盟友一起来介入亚洲这边的事情，可是有这么顺利吗？因为我们也都知道，川普现在正在对全世界发起贸易战。那在这种状况下，你认为他们能够彼此之间能够合作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反而我看得出来，中俄之间是很铁。中俄过去矛盾很多了，可是现在因为被美国挤压的关系，现在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合作是越来越紧密。所以你演习，那我就联合演习给你看。你以为只有你会演习吗？那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当这个对峙的情况越来越明显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奇怪啊。那如果川普真的有心想要跟美国对抗的话，那不用美日法演习嘛，把台湾也找去演习啊？为什么不找我们去？你要让我们演练一下，我们才会打仗啊，不是吗？为什么不找我们？这是故意留下空间嘛。所以我觉得这是很糟的一个状况啊，也就是美国嘴巴上表面一直在挺台湾。可是实际上，什么事情都把我们落在一边，就丢在那。那这是在干什么？大家没有注意到吗？这就是把台湾当成迂回、当成谈判的一个筹码，一个缓冲的空间呢。那我们要被人家当棋子这样利用吗？那
如果真的是一个有用的棋子也就算，看起来像是弃子，就是随时可歌可泣的。川普最近一连串的说法，他已经准备抛弃很多人了，而且人家不是只有抛弃外国人了，他连自己本国员工都抛弃。他现在政府的员工大肆要把他踢掉，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商人，他只看利之所趋啊。那台湾我们怎么创造对美国的利益？我们怎么生存下去？这个严峻的问题真的要想清楚。将军，我们大家都知道，众所周知，川普是现在已经不要队友的，他是要能够赚钱的钱袋子的。所以呢，对于军事上来讲，早就跟拜登时代不一样，甚至他要大砍国防预算，要去找国防的漏洞。所以像这样第一次在川普任内有这样的军事航行，是不是大陆才会特别关注？哦，确实是这样。假如讲这次航行，一艘驱逐舰跟一艘电子侦察船，这个探测船，他们叫科研船了，其实就是间谍船了。那你认为说是以谁为主？我跟你讲，是以这艘电子侦察船为主。那驱逐舰是在替这艘这个科学这个侦察船来做护航的，所以是他到这边为什么要到台湾海峡来呢？我觉得就是来侦察台湾海峡的各种状况。大家不要忘了这个在去年的时候，这个094这个核航母曾经从台湾海峡上面过去。那最近来讲，你看温州号又过来了，所以你知道这种电子侦察船，它走过去以后，大概海底的所有水温它都能够知道，包括海底地形，它就像是一个这个我们叫 MRI 这个电子扫描器一样，扫过以后，你身体器官大概长什么样，什么地方有什么，它都可以发现，它也都可以了解。那除此之外，它还可以部署海底的潜航器在这边侦察你这个水面上面经过船只的所有传闻。我比如讲说是像这艘温州舰来讲的话，可能很多资讯就被这艘这个美国的科研船征收到了，因为每一艘船它的引擎它的动力来讲都有它的频率的，那频率来讲它收集这些频率。我们知道，包括解放军也有这种装备，美军也有这种装备。菲律宾在前不久才说捞到一具海底的潜航器，它收集你的声波之后，然后再用肉眼辨识，你这个是526这个温州舰，然后知道你的声音传到他电脑里面，将来他作战的时候，他听到那个声音，在潜舰听到那个声音，就知道这是526号这个这个动武式的护航舰。那当然，他也会收集商船的这些资讯，收集这相关资讯。那如果战时的话，他的潜舰就可以分辨说，这艘是这个我们的军舰，还是解放军的军舰，还是只是一艘无害的商船，他就可以辨识，而且知道是哪一艘船。所以这次来讲的话，从这边经过，我认为是这艘这个间谍船呐，是主要的任务。那它的任务来讲的话，这个驱逐舰是在替他护航的。那当然，解放军会很严重，因为如果说你纯粹只是为了宣示说是航行自由来讲的话，其实不需要用到间谍船来。那另外我讲一下这个南海这边这次非常的精彩这个为什么我讲很精彩？当然你要把前后很多时序看在一起。055大区它在通过输入海的时候，它是刚好在什么时候？是美国卡尔文森号要到这个菲律宾海，也就是太平洋的东边来做这个美国、日本还有这个加拿大、法国航母的演练。那它是这个卡尔文森号是6号通过的，055是几号到这个地方？5号，我比你早一天到。前一天我就到这边堵你，代表什么？我知道你的情报，我知道你要从这边过，你要几号，你要从这边经过。那试想想看，这是动物如果他有这个情报，他在那边摆的是093核攻击潜舰的话，那你这个战斗群你怎么办？那第二个我跟你讲，后面还更精彩。为什么呢？055从这边过去，堵在那个地方，卡尔文森号要过去，那他们会不会担心055对他做什么动作？他会担心。那美军怎么办？从菲律宾派了一艘这个民用型的侦察机来盯着055，结果这艘侦察机就在菲律宾栽下去了。哎呀，这前2天的新闻所以你这整个连在一起看你就发现说是美国跟中国在这个南海之间的博弈是非常的激烈，而且已经有这种互相敌对的明显，不像是以前来讲，去年之海警，现在来讲是军事上面的对峙的状况，而且有不敢说真枪实炮了。但是最起码已经面临很可能擦枪走火的状况，有可能会发生。是，老师因为像这些中小企业主，如果参加总统的这样的谈话聚会，一定最希望听到的是政府到底在美国的全球开战关税战里面能帮我们什么忙？那赖总统这番谈话有办法安大家的心吗？他想做一些信心喊话了
啊，然后好像要故意的啊，要让这个中小企业说啊安啦，我们都有方案啦，你不用担心啊。但是我们相对来看一下日本的首相啊石破茂，他才不久到美国去啊，专程飞到美国啊，去跟川普好好的来谈一谈。那正式的谈判就30分钟，然后还有一点记者会，然后工作会谈再加1个小时，所以他来回飞了25几个小时，只谈了1个半小时。结果回来了以后，我们看到川普马上就再继续课关税。钢铝的关税都课25%。你看到石破茂在今天在日本的国会，他就强调了，他说他们会强烈的要求美国要对于日本的钢铝的关税要豁免。因为川普已经取消原来日本12.5万吨，因为原来拜登就给日本12.5万吨，说你在12.5万吨内你就不用缴关税，但是12.5万吨以外你要缴关税。可是现在川普的态度是全部都解除，所有优惠都没了，对，所有优惠都没了，而且是现有的汇率的基础上再外加25%。那我们台湾在当时川普第1任期的时候就没有豁免台湾，拜登上来也没有豁免台湾。那台湾的钢的出口情况是越来越糟，例如说我们在2019年大概还有1000多万吨的出口量，现在只剩下800多万吨。而对美国的出口，它的压力越来越大。现在如果按照川普所说的，在现有的汇率就是25%，我们台湾没有被豁免，那也就是说，蔡英文一直巴结美国，巴结到最后，拜登也没有把台湾的钢铝豁免。现在川普再给你外加25%，那等于是50%的关税以上，这个对台湾的钢铁业来说不是一件好消息啊。所以我们的钢铁的理事长他们当然会表达忧心嘛。那你赖清德就要讲明白说我们会采取什么动作。那你说我们跟美国的沟通很顺畅，这一点真的吗？有管道，那我就要问了，罗森伯格下台你知不知道？台湾是看新闻才知道了嘛，而且也是美国的国务院已经把这个人撤掉以后，然后网站都下架，网站都下架了以后，他才知道。那这代表什么？沟通并不顺畅。现在台积电都被大家怀疑说会不会变成美积电，而且呢，可能的优惠的补助也可能不给了，然后再来可能台积电还要去更多，那么甚至已经传出说更先进制程的奈米的也要在那边生产，还有封测也要在那边，那封装也到那边，那这样的会不会把整个台湾的半导体的产业的一条龙整个都移过去那个地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怎么应对？怎么方案？我觉得不能够用讲说没有问题了，安了，我们跟美国都有沟通了，但问题就在于罗森伯格下台，我们也不知道。然后对于这个川普的钢铝马上要课关税了，3月12号，马上11号、12号要生效了，你有没有跟AIT 驻台的代表，你到底有没有跟他沟通过、谈过？然后川普的意向到底怎么样？你各方面都没有。你只讲一些空话，可是对中小企业的老板来讲，他要的是实话，要的是你的方案是什么，要的是你的货币的政策要不要调整，你的能源、你的减税政策要不要调整，他要的是这些啊。那你不要跟我讲空话，你要告诉我嘛。我觉得在这个部分，赖清德的这种信心好话，难怪这个陈教授会生气，说你只会搞选举，你根本不会治理台湾。那麻烦你赖清德回来治理台湾吧。所以企业当然只能自救喽。